解约？不是，不应该是续约吗？确实是解约，这个我已经核对过很多次了。可是我帮过你们小楼总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可是这个名单我确实是跟他办公室吗？他在办公室。好，这个。肖媛媛，咱们这么给他们赶走了，是不是太不讲情分了？情分？他们在公司里捞钱的时候可没讲情分。但现在公司里都在传你的闲话，我就怕人心散了。人心嘛，得慢慢来，着急不得。小楼总，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赖总吃回扣证据，你还要跟我们解约啊？啊哈哈！你俩这个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进门不敲门，你们八二正不守规矩。老板，开门！老板，开门！快走，快走！走！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他们呀。站住！原来是他，糟了，他不会认出我来吧？董小姐，还没来得及跟您说谢谢呢。来，一边请。啊，不用了。请。来，请坐。来，喝咖啡。董小姐是脖子不太舒服吗？哦，是我昨天睡觉的时候脖子落枕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小罗总，您见谅。没关系，我坐的离你近点。您坐对面就行，我这耳朵好使。董小姐，我还是从个人感情方面啊，很感激你为我把公司里的蛀虫给找到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清楚，公司业务跟个人情感这是两回事儿。跟你们八二做出解约的决定呢，是我们整个公司内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。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合，减少我们不必要的麻烦。小罗总，我们之前跟牡丹公司合作都非常愉快，怎么突然说解约就解约？您是不是对我们八二不太了解啊？你们之前做过的那些过往的案子我都看过，什么新楼盘的营销啊，健身房、泡脚桶，还有一些七七八八、零零散散的。哎呀，你们公司的营业范围还真是广泛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你们这些广告基本上形式非常单一，内容也非常固化，不但没给广告主带来实际的利益增长，反而还会引起很多利益上的纠纷。不是，小总，那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行，那就来说说你们给牡丹做的广告。广告的内容没什么新意，广告词没什么记忆点。哎呀，这网络投放和点击量几乎可以少到忽略不计，甚至我说不出来任何一点优点。相信我比你们了解的会更多一些。那是因为董事长觉得产品过硬才最重要，所以在给我们很少钱的情况下，我们做出广告，限制了我们的发挥。那听你的意思是嫌我们给钱少了？是因为不妨直说。说不出来了，那我来替你说，是因为你们比不过其他的竞争公司，所以才会主动以低价来吸引董事长跟你们签约。等到正式签约之后，再提出来增加投资成本，那你们就没有优势了。承认吧，你们没办法以低成本来做出高质量的广告，这归根到底还是你们自身的问题。是，您说对，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我也相信，在小楼总您的指导下，我们会很快攻克这个难关。您只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。官话套话一大堆，有这时间不如真正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不会再浪费时间了，我正式跟你八二解约，请回吧。甲方翻脸永远比翻书还快，
当你没有利用价值，你就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，卸磨杀驴。我在公司18年了，还没人敢这么对。赶我走这事，牡丹她知道吗？我就不信她会同意你的做法。我说赖叔，您的那些所作所为，你真以为我妈不知道？壮壮，不是赖叔我说你，做人要饮水思源。你现在的做法太极端，太不靠谱。那公司没你这个干法。天哪，我这撞上大场面了，太刺激了。壮壮，但做人呢，不能只讲利益，得讲感情。你想想，我和你妈一路走来，那可是过命的交情。还有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有一次你发烧，你妈为了急着回去看你，我帮着看摊子。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大，就是个小屁孩儿。好，赖叔，既然您说不谈利益，那咱们就来谈谈感情啊。天辉包装、大有运输、新兰冷藏，每一次合作您都要吃掉将近60%。您把这些不义之财装进口袋的时候，有考虑过公司的情谊？我没报警，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。啊呸！公司没钱的时候让我们干活，现在公司有钱了，我拿的那是我应得的。你们母子想把我一脚踢开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！不要开！哎，别走！你小子翅膀长硬了，长本事了啊！学会给赖叔我下套了啊！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情面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哎，喂，朱丽，打电话报警，把我办公桌左手边抽屉里的文件交给警方。嘿，你还敢报警？我跟你拼了！手机给我！美女救英雄，英雄报恩的机会来了。小楼总，别怕，有我呢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楼总！你。刘总，哎，行，刘总，老总，住院手续已经办理好了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安排的吗？没什么事了，你先回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帮我把床摇起来。好。行吗？可以了。你打算把我送到哪儿啊？是不是直接把我送到太平间你就满意了？不，您误会了。您的身体是公司进步的基石，没有您这公司根本转不动的。是，公司没了你能转得更好。你走。别呀，你躺在这儿呢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的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是想救您。哎，我说那个赖总，不，那个老赖他怎么能这样呢？还好他被警察带走了。我这个人呀，就是眼睛里容不得一丝沙子，所以这事儿真的生气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医药费我出。行，那你来。不是，娄总，你，哎呦，您这么大的总裁，肯定都办保险了，这保险肯定都是全额赔付的，怎么能轮到我们这种小破公司赔呢？再说了，您看您高大威猛、帅气，您根本不会跟我这样一个小姑娘。啊，打住！我晕倒是因为我低血糖，跟你没任何关系。你要是再啰嗦，你们82就再也别想跟我们合作。
就收，见好就收。打住！那我先走了，小罗总再见，再见。汪总，哦，我董恩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来找小罗总，他在吗？他在楼上呢，刚好我也去找他，一起啊。好，你今日造型我都没认出来，非常时尚啊，适合你，适合你。谢谢王总。王总来啦！黄秘书，这耳环漂亮哈，太适合你了。汪总今天喷的什么香水啊？好有男人味儿。咱们王总从来不靠香水，人家呀是天生的男人味儿。又来会夸人了，黄秘。方总，哟，你这身衣服实在是太帅了说实话啊！那个跟华姐对接的项目放在你的桌子上了。行，华姐那边交给我，主要是你这边工作的前期太棒了，后期继续努力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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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。大公司的人也拍马屁啊？这拍马屁是一种能力，你看这拍完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吗？对，都拍着胸脯走在这儿。那您帮我是因为我马屁拍得好吗？帮你呢，主要是因为小圆圆平时太过一板一眼了。我觉得很多人呢，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，比如你。汪总，您真是又帅又善良，确实有男人味儿啊！还得是你呀！走。我们研发部的资金什么时候能下来？说你这一来就开始给我谈钱，不合适吧？你说我们公司所有人谁的最终目的不是跟你要钱？至少我问你要了钱，我还能替你赚钱，对吧？没错，这话也就你曹雅能说得出来。月底钱给你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先走了。小圆圆，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小罗总好。你把他带过来的啊？谁让你把他带来的？小雅，我们去吃饭。行。那个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加油！先走了啊。Please。给您带了一点小礼物，希望您喜欢。坐啊。好。我也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，我长话短说。你做的那些方案我全都看过，不能说糟糕，只能说没什么亮点。哎呀，其实吧，我也不能确定你们就可以胜任这个项目。我说完了。不是我们没有能力，是甲方给的钱又少，要求又多，这改了一稿又一稿，那好的想法全都改没了。然后这个总提完意见，那个总还要提意见，想法呢也都不统一。你说让我们怎么进行工作呢？哎呀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乙方跟甲方说甲方要求太多，给的钱少。啊，这归根到底不还是你们自己没能力吗？小罗总，我知道您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公司，也看不上我们这种小人物的努力和艰辛，但是您一句没能力，就把我们全的努力都抹杀掉了，这太不公平了！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们吗？机会，你能来见我，就已经是有机会了。但是你没珍惜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。啊，你说我看不起你们是小公司，看不起你们这些小人物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用这些来讨好甲方，获得自己的项目。就算是公司的保洁人员，我也不会看不起他们，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在获得自己的机会。你不是想要机会吗？公司有保洁，你干吗？干！我只是一个比方，一个比喻。小罗总，只要能改变您对我们8·2的看法，我一定努力再努力。不是我，您不是说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吗？我说要给你们机会了。那我得提个要求，没问题。不要搞这些花里胡哨、没用的东西，有这时间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小罗总。
我走了。乙方守则第11条，只有留在场上，才有存活的机会。好好的一只小猫，变成了一个狡猾的小狐狸。那先这样吧。董董恩，小罗总，早上好，我已经开始工作了。谁让你自作主张开始打活的？报告小罗总，今天早上我就到后勤部报到了。这个呢是赵阿姨安排给我的工作。你看这地多亮，你看这台阶，一点灰尘都没有。这才符合我们牡丹公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气质。行，这还挺好啊。那小罗总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这个人指哪儿打哪儿。你伪装自己，摆出热情的姿态，是假意，还装作真心，以为没人能看穿你那点小心机。那好吧，就陪你演到底，看看谁会先忍不住举白旗。真是太感谢你给机会打脸我的演技。有一次偶遇你，想当年毫无安排，试探着提醒你就会花里花外。别说你想起又不敢起的小表情，哎呦真是可爱。和你的拉锯一逐渐像场比赛，期待落空也不忍心转身离开。就算你再想抵赖，看我的眼神，我早已真相大白。是吧？这个茶，我昨天买的。是啊。赵阿姨，进来喝点茶吧。哦，我不喝茶了，我还要打扫那个男厕所呢。你们喝啊。啊，行，那你别累着啊。啊。有人吗？打扫卫生。怎么是他呀？那我进来啦。有人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先走。稍等，能不能帮我拿张纸？谢谢。是小楼总吗？小楼总，小楼总，小楼总。是。小楼总亲自上厕所呢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也是怪我马虎，没有把这个纸呀换好。您看您要多少够啊？给你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谢不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帮您打扫一下。暂时不需要啊，不需要。还是需要的。不着急，着急，我很勤奋的。不着急这样。我真的很认真。老姚总可真是够狠的呀！我听说开掉麦总，可是费了好大的劲。哎，